大家好，今天来谈一谈不丹的地理。不丹的地理位置，它位在南亚的一个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山区的一个小国家。它的北面是喜马拉雅山，南边是印度。不丹是一个超级小的国家，它夹在两个超级大的国家，中国和印度两个超级大国家之间。不丹的北面是喜马拉雅山。它和中国的边界就是喜马拉雅山，跨过喜马拉雅山就是中国，南面是印度。不丹又称为最后的香格里拉。香格里拉在哪里呢？其实没有真的这个香格里拉这个地方，这个城市。香格里拉是一个英国的小说家在他的小说里面杜撰出来的一个城市。他是在写说，在山里面有一群修行人带着村民在山里面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而且是长生不老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。这个是香格里拉。那不丹呢，它是一个佛教国家，主要都是修行人，又特别的小，对世界来讲，它好像就是一个小村庄，所以还蛮符合这个香格里拉。而且它现在幸福指数高，又被称为最后的香格里拉。不丹跟台湾有很多类似的地方，比如说它的面积38000多平方公里，台湾是36000多平方公里，刚好就大一点点，还有一个，它不丹跟台湾比较接近的就是台湾有5大山脉。台湾我们讲有5大山脉：中央山脉、雪山山脉、阿里山山脉、玉山山脉、海岸山脉。不丹也有很多山，不丹有 N 个山脉，整个不丹都是山脉。这个是台湾跟不丹有一点类似的地方，但是不一样的地方，台湾是个海岛，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海，走到哪都可以碰到海。不丹是一个内陆国家，它看不到海，所以每一年呢，会有一群不丹的朋友或者不丹的师父来台湾办法会。每次办完活动以后，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带他们出去外面旅游的时候，最重要就是要带他们去海边，一定会带他们去海边。他们看到海会蛮兴奋的，所以这个是不丹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。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台湾的海岛是一个小国，台湾的人口2300万，也是个小国，人也不多。那不丹的人口75万多，75万多。是一个超级小的小国，它在台北市的大概2个区的人口吧，所以不丹的人口是非常少的一个真正的小国家。不丹的地形非常的丰富，它从南面的印度海拔0一直到北边的喜马拉雅山7500多米，这么丰富的地形里面呢，很多人问我说，去不丹会不会有高山症的问题？不但没有高山症，因为一般我们在旅游的城市，平布啦、帕罗啦这些城区，大概都是1000到2000米之间，1000到2000米之间是没有问题的，不会有高山症的问题。但是因为它的交通不方便，所以一般旅游10天以内大概只会在不丹的西部玩而已，不会到不丹的中部、东部去。如果超过10天的话，有可能拉到中部，中部也有一些风景非常好的地方。超过2个礼拜以上的话，有可能可以到东部去。东部很多大概都是朝圣团朝圣团可以到那边去。我有见过欧美人士，他们去当地骑重型汽车，他们就去环不丹，他们骑车出去玩，也蛮有意思的。不丹这样子丰富的地形呢，很适合登山，他们可以去爬山。爬大山、爬小山，他们有很多山可以爬，可以去看牦牛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不丹很适合有摄影团。我知道欧美也有很多人专门去摄影的，他们有很多珍奇特色的鸟类。不丹有他们独特的叫四不像，有一种动物在他们动物园叫四不像。下次有机会可以来谈一谈四不像。然后他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猴子。灰色的、黑色的都有，但是他们有白猴子。
据不丹人说，如果你在不丹可以看到白猴子的话，你运气也很好。有时候你运气很好，没有卖乐透，不然可以在那边买大家乐。不丹的白猴子代表的幸运，传统文化来讲，他们非常的保护他们的传统。全不丹没有一栋现代化的楼房，没有任何一栋现代化的办公帷幕大楼。他们所有的房子必须经过申请，然后呢，按照他们的传统去盖的。不丹人呢，到了海外啊，看到很多现代化的建筑，他们会说：“哦，这个房子好漂亮，那个房子好漂亮。”但是他们本身就没有人会想要去盖一栋现代化的大楼，所以他们本身从国王开始一直到老百姓，大家都在维护这个传统的文化。但是不丹去的人相对比较少，因为以前没有开放。现在虽然开放了，但是它比较贵，因为不丹有他们独特的一个管理的对于旅客管理的一个办法，而且距离也比较远，所以到不丹去的那个费用会比较高，口袋要够深的人才可以去不丹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OK， 那个下一次，我想我们下一次来谈一谈，怎么样去不丹？当然坐飞机我们可以到不丹去，陆路也可以到不丹去。印度有几条陆路可以进去，可以省一些钱。好，飞不丹的航空它是独门生意，所以它的价钱不二价，有点贵。如果从印度进去的话，会比较便宜。也有几条陆路可以进到不丹去，然后我们下次可以谈一谈去不丹要注意的一些事情，好吧？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